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先后摧毁了克里米亚俄军基地和部署顿涅茨克州的 S-400防空系统。结合乌军近期表现，接下来恐怕还会进行大规模打击行动。而乌军越发强势的进攻，也使俄军开始积极备战。为应对乌军的 F-16，俄军苏 30SM 开始挂载237导弹。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更是借机向普京承诺会增兵乌克兰战场，这是要为接班人铺路吗？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继贝尔贝克俄空军基地被袭击，23日深夜，克里米亚再次传来了爆炸声。综合多方媒体报道称，5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克里米亚多地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地在叶夫帕托里亚、阿鲁什塔、詹科伊、辛菲罗波尔和巴赫齐塞拉等地。爆炸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左右。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证实了此次袭击的发生。据乌克兰阵线的推测，是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周乌军加大了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使俄军的贝尔贝克机场多架战机、雷达、油库被摧毁，损失惨重。俄军的海空防御就这么弱吗？其实这是多方面因素导致。乌军方面在发动打击时，肯定使用了欺骗与压制相结合的突防措施。火力军推测，首先乌军会以 AGM-88 反辐射导弹压制俄军的防空系统，迫使俄军雷达关机或者转移注意力，同时以滑翔增程制导航弹、远程火箭弹和无人机相互配合，分散俄军的防空火力，诱骗俄方将防空系统的工作模式转换到拦截非航式目标上，最后再让大量 ATACMS 这样的弹道导弹齐射，从而达成多种武器、多方向同时突防的效果，摧毁俄军事目标。当然，乌军能数次袭击成功，也跟俄军薄弱的防御力量有关。从卫星照片上看，俄军在贝尔贝克基地部署的远程防空系统仅有一个 S-400 防空导弹营，这点单薄的兵力是没法同时应对乌军多种武器协同突防的。其实从性能上讲，无论是使用较新的 40H6 导弹，还是储备充裕的 48H6 导弹， S-400 都具备拦截 ATACMS 导弹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打击非航式目标。如果再考虑配套的 9M96 中短程拦截弹，整套系统的续航抗击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不然也不会在5月15的战斗中击落10枚 ATACMS 导弹。但受限于数据处理能力，单套防空系统无法同时接战非航式目标和弹道式目标，而且 S-400 在理想状态下对弹道导弹类目标的同时接战数量，单次仅能同时拦截4个目标，即便将早期预警纳入考虑，在最大射程处开始拦截，面对3到4马赫的来袭 ATACMS 导弹，俄军的防空导弹营也只来得及组织2到3波拦截。因此，俄军在贝尔贝克基地的防空系统数量是最大的致命伤。除了克里米亚外，5月22日，乌军还使用5枚 ATACMS 导弹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州莫斯皮诺机场附近的一套 S-400 防空系统。有趣的是，莫斯皮诺距离前线仅40公里，俄军这是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巴赫穆特地区，俄军对恰索菲亚尔实施了焦土战术，虽发起多次攻击，但至今未能突破乌军防线。如在23日的战斗中，俄军以一辆 T90M 坦克开道，士兵分作几辆 BMP 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这辆 T90M 装备了2个夜间摄像头、1个扫雷机，并焊了一个用于防御无人机的笼子，可以说是武装到了头顶，但结果还是被打成了废铁。在阿夫迪夫卡附近，俄军向西沿着索沃维维、乌曼斯克、内泰洛夫方向持续推进，但进展十分缓慢。而且乌军第110机械化旅的战士还击落一架俄罗斯苏25，这已是本月击落的第5架俄军战机。在如今哈尔科夫热点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23日表示，俄军在此地已深陷苦战。如在左侧利布奇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小组每天平均都可以歼灭40名俄军士兵，双方战斗激烈。在右侧沃夫昌斯克方向，俄军虽然持续使用航空炸弹和火炮猛烈轰炸对岸的乌军阵地，但到目前为止，俄军依然被阻挡在沃夫恰河。乌军第82空中突击旅等部队甚至展开了反击，双方战斗同样激烈。而且火力军估计，俄军势必要拿下沃夫昌斯克，因为这个定居点距离哈尔科夫只有70公里，战略意义重大。
希尔斯基司令也强调称，俄军正在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夺取哈尔科夫及周围城市。如5月23日，俄军使用 S-300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7死21伤。哈尔科夫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格·西内古波夫表示，俄军当天至少发动了15次袭击，一家工厂发生大火。在库皮扬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等方向，俄军每天重复不计代价的进攻，换来的战线变化不大，且损失极高。据乌军5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乌军共造成俄军死伤1330人，摧毁了11辆坦克、27辆装甲车、40门火炮系统。针对俄本土的打击，5月2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当天乌军无人机再次奔袭千里，打击了俄罗斯达纳斯坦的国防工业企业，且袭击行动仍在继续。另外，随着美国援助的到达，乌军开始不缺炮弹，加上乌克兰无人艇配备 BM-21 火箭炮和 R-3 防空导弹，实验性打击俄军阵地已得到验证。火力军相信乌军的大规模袭击很快就会来临。5月22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利亚·叶夫拉什证实，第一批维护 F-16 战斗机的专家开始返回乌克兰，10名乌克兰军人在荷兰完成训练。另据俄新社5月24日报道，首批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已经完成 F-16 飞行训练，其余飞行员也将于今年8月完成训练。考虑到援助的首架 F-16 可能会在6月份出现在乌克兰，俄空军也开始了积极备战。5月22日，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显示，俄黑海航空舰队的苏 30SM 成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击沉了一艘乌军无人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苏 30SM 首次配备了 R-37M 导弹。要知道，该导弹以前可是苏 35S 和米格 31BM 的专属。对于俄军此举，有专家分析认为，乌军的 F-16 很可能使俄军感到了威胁，因此做出了一些防范措施。那俄军这两款武器搭配效果如何呢？首先是导弹，苏 30SM 能搭配多类型空、空地、空舰导弹。此次打击乌军无人艇时，挂载的是2枚 R771 和2枚 R37M 导弹，前者是一种超音速中程空导弹，自1994年起就入列服役。起初，这款导弹是专为米格29所设计，不过随着技术提升，R77及其各种改进型号被整合到了俄空天军各种型号的战机型号中。其特点是具有射后不管能力，射程超过100公里。大大提高了战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后者 R37M 的射程更远，以惊人的400公里射程，荣登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空导弹榜首。其飞行速度达6马赫，可对任何空中飞机进行拦截。极快的飞行速度和超视距打击能力，再加上高达60公斤的高爆碎片弹头，使其可以对轰炸机、预警机等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能与之匹敌的，目前只有美国的 AIM-47猎鹰和 AIM-N10 鹰式射导弹。它们的飞行航程可达300公里，但遗憾的是，这两款导弹从未被美国空军正式列装。而苏 30SM 由苏霍伊设计局设计，是俄军取代苏24机队的拳头产品，可执行空中、陆地和海上打击任务，并能在执行联合任务的战机机队内进行电子对抗和指挥控制行动。苏 30SM 基于苏 27M 实施的改进，在机体结构上完成了大改。虽然改掉了苏27原本具有的跨音速吊过载的问题，但也付出了空重增加的代价。在机载武器系统上，苏 30SM 拥有高达8吨的有效载荷，搭载的武器类型，俄军制空三件套肯定是少不了的，即 R27 空导弹、R73近距格斗弹以及 R77导弹。同时，苏 30SM 还可兼顾配备一部分对地精确打击武器，如 KAB-1500、FAB-500T 等航空炸弹。甚至有人还目睹曾携带过 KH-35U 天王星反舰导弹，可见苏 30SM 是一种多用途战机。在动力系统上，苏 30SM 换掉了苏27使用的 AL31F 型涡扇发动机，改为 AL31FP 型推力矢量发动机。对比前者 AL31FP 使用的肘节式推力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现2个喷口的插动，实现类似于3元全向矢量推力喷口的控制效果，从而提升战机的顺盘性能。但该动力系统也导致结构重量增加，推重比有所下降，同时存在推力损失的现象。但好在肘节式喷口相比 F2A 的2元推力矢量喷口推力损失较小，不过整体可靠性和无故障连续工作时间依然没能得到解决。在航电系统上，苏 30SM 重点是沿用了苏 27M 的航电系统方案，安装了 N001M 豹式无源相控阵雷达天线，使其具备较强的超视距拦截能力。
而在机载被动射频系统上，苏 30SM 使用了一部 OEPR-NK30SM 型光电雷达等辅助探测单元，相比苏27使用的 OEPS-27型光电雷达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据称其探测范围能够对 277导弹提供制导。总之，搭配了 237M 导弹的苏 30SM 战机将拥有更高的灵活性。据路透社报道，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近期在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面中，称有意派遣更多的武装部队帮助俄军解决乌克兰冲突。据他透露，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车臣已向前线派遣了43500名士兵，其中包含18000名志愿者。小卡不是被传病重吗？突然在俄乌对抗的关键时刻再度活跃在网络，是有什么深意吗？火力军大胆猜测是在为车臣的接班人铺路。早些时候就有消息披露称，2019年小卡被诊断患有胰腺坏死，因此他开始休假并错过重要的政治活动。2023年9月时，小卡因急性肺功能不全被送入中央临床医院。到了今年4月初，再度有消息称小卡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各种关于小卡病情报道说的有鼻子有眼，而其领导车臣部队对俄罗斯有多重要，想必大家也清楚。不仅是护卫俄罗斯边境安全与稳定的前沿，还是俄罗斯向周边高加索地区和国家施加影响力的重要锚点。可以说，车臣若乱，俄罗斯就不再稳定，尤其此时还正值俄乌冲突这一多事之秋。在这种背景下，拥有极大话语权的俄罗斯自然要为小卡寻找接班人，而目前呼声最高的是车臣特种部队阿赫马特的指挥官阿普蒂·阿劳季诺夫。阿劳季诺夫的呼声之所以高，亦是因为有俄罗斯在背后支持。此前，普京曾签署命令，任命阿劳季诺夫为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政治工作总局副局长。也是从那时起，阿劳季诺夫就成了代表车臣在俄罗斯的发言人。二是因为阿劳季诺夫手里握着一张瓦格纳这张王牌，让他在这场接班人角逐中拥有了不小的胜算。关于瓦格纳，看过火力军视频的都知道，和车臣部队一样，是俄军此前在俄乌战争的重要力量。如当初与乌军交战，直接把巴赫穆特打成了绞肉机。但由于私人雇佣军团等不稳定因素，导致发生了瓦格纳兵变。对俄罗斯而言，瓦格纳既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可帮助俄军不断推进战线，但它又像是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随时能威胁俄罗斯当局。如何遏制这头野兽，就成了俄罗斯当务之急。恰恰在这个时候，阿劳季诺夫和瓦格纳指挥官拉迪博尔完成会谈，阿赫马特部队接纳了3000人的瓦格纳老兵。在阿赫马特部队，瓦格纳编队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拥有非常高的自主权，直接向拉迪博尔汇报，而不是阿劳季诺夫本人。同时，阿劳季诺夫还承诺，这支3000人的瓦格纳编队不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预，加上小卡的大力支持，愿意负责这支编队的资金和补给。这样一来，俄罗斯就有了重新控制瓦格纳的契机，而作为解决问题的阿劳季诺夫，自然也将受到俄罗斯方面的更多重视。成为车臣新一任领导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不过，如今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由阿劳季诺夫领导的车臣部队成员复杂，个人素质和军事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完全没有军事经验。要领导这样一支队伍，阿劳季诺夫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觉得下一任车臣领导人会是他吗？无人机技术果然不高。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20日报道，乌克兰正在加速对无人机的开发，而开发的主力就是乌克兰的民营企业。报道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附近，有一块用水泥墙围起来的地方，这里未挂任何招牌，从外部也看不出是一家工厂，内部是一座2层的活动板房。据工厂员工透露，他们每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生产军用侦察无人机。在今年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无人机的有效性已在陆海空战斗中得到证明为由，签署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的总统令。这些无人机的制造主要是在战争前就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初创企业承担。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今年3月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有超过200家制造无人机的民间企业，乌克兰政府也就定下了年产1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但这些乌克兰民营企业想要顺利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恐怕不少，如长期受到俄军空袭和火力打击，如何保证企业电力问题，如何保证生产速度，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是否有充足资金进行采购。
据相关消息称，爱沙尼亚在今年4月援助乌克兰2艘巡逻艇，这2艘舰艇都属于 Navy 18WP 级军用战斗艇，主要用于巡逻和侦察任务。5月2日正式被乌克兰海军接收，并装备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2艘舰艇执行首次战斗任务，任务内容主要包括监视任务和战斗任务。据最新报道，法国特种部队的灰熊侦察车即将获得空降作战的认证。这个认证的主要内容就是突击着陆。突击着陆涉及到使用战术运输机，比如 C130 大力神或者 A400 阿特拉斯，将部队和车辆如灰熊从战术运输机快速部署到指定的着陆区。通常这个时间在3分钟左右。快速地进入战场，从而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确保占领关键阵地或与敌军交战。根据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向海地警察运送了10辆装甲车，用来提升海地国家警察打击武装团伙的能力。这次交付的10辆装甲车是拜登政府批准的6000万美元军事援助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也是为了保障包括海地在内的多国家安全的支持。根据相关报道，近日俄罗斯私自改变和立陶宛、芬兰以及波罗的海等地的地理坐标，重新划分内陆海域。通过这一法令，俄罗斯就能够通过改变后的地理坐标，测量俄罗斯领海的宽度、海岸线以及岛屿附近的区域。俄罗斯的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立陶宛和芬兰的利益，但截止到目前为止，立陶宛和芬兰还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消息宣布，俄罗斯开始模拟对乌发射战术核武器的第一阶段演习。这一演习是普京在5月6日下令进行的演习。演习的第一阶段，从战斗中使用伊斯坎德尔和金扎尔弹道导弹开始，这些弹道导弹装配了核弹头，秘密推进到指定位置，为导弹发射做准备。这是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普京不止一次对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发出的核威胁。虽然这些威胁并没有能够实现，但俄罗斯还是继续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继续发动全面入侵战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就是为了回应西方官员对俄罗斯的威胁和言论挑衅。对于俄罗斯的这种说法，美国也做出了回应，强烈谴责俄罗斯不负责任的言论，但俄罗斯的战略态势并没有什么改变。俄罗斯还表示将和白俄罗斯一起参加核演习。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接下来的大规模打击以及卡德罗夫增兵乌克兰战场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烈军，下期再见。